我是客房部总监，打扰一下。我现在心情不好，别烦我。你好，我是客房部总监，打扰一下。怎么是你？对，我怎么在这儿呢？这位客人，有客人投诉你说您屋里太吵了，麻烦您收敛一些。哎，你干什么？哎，哎。他是客人，冷静。别走，不要走。干什么？哎，哎，这个你再说，我埋怨你了，给我摘下来！哎，摘下来，真是。我说你，哎，哎，哎，我说你这个人，你能不能这个狗东西！老大，老大，老大，奇怪，人呢？摸够了。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我们谈一下吧。谈什么？你不会对我……因为您现在是酒店的客人，所以我才会对您解释一下。昨天有其他客人投诉您的房间太吵了，所以我就过来敲门。结果您一开门就倒在了我的怀里，这一点酒店的监控可以作证。我好心把您拖回床上，您拿玻璃瓶袭击了我，导致我晕厥了过去。这一点，我头顶上的伤也可以证明。你想起来了？你现在什么眼神？我什么眼神了？你给我出去！现在！你怎么来了？我们之间似乎有些误会。我跟你没什么误会，你赶紧走啊！你死变态，赶紧走！你也挺会玩啊你！听我解释。你不听，你再不走，我叫警察来了。
你报警是吧？那你报吧，让警察正好调查调查，是谁用玻璃瓶砸了我的后脑勺？昨天我也不是我，哎，我谁让你进来的？出去！赶紧出去！我不走。是女人吗？力气这么大。你每天都生活在这个垃圾堆里啊？垃圾堆不欢迎你，赶紧回你的宫殿里吧。哎，你翻什么呢？易然是吧？嗯，我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全海酒店的客房部总监，我叫肖慕成。你也可以叫我温森。瘟神。是 Vincent。介于你对我们酒店打差评的事情，我已经调查过了，是我们的员工有错。作为酒店的领导，我真诚地向你道歉。但是介于你也占了我不少便宜，所以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我占你什么便宜了？你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让我给你删差评吗？我是希望能够跟你合作。你就不怕我登峰造极给您添堵了？跟你们这种坑人钱的黑心酒店有什么好合作的？你现在说完了吗？赶紧走！我是希望您能够来我们酒店做试睡体验官，全方位的享受 VIP 级别的服务待遇，并且费用全免，我也会按照市场价支付您工资。有工资？多少钱200一天，慢走不送。是美金。哎呦，我这平时呢工作太忙了，家里没空打扫，您别介意啊。那个温总，啊不对，不好意思啊，您是肖慕成。肖总，您别介意啊，我去给你倒杯茶。不必了。那个试睡体验官，具体是做什么的呀？简单来说，就是入住我们酒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真实的入住体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如实发布。就这样？就这样。也不用删差评？不用。你等我捋一下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免费住你们酒店，然后每天有200美金，还不用删差评？你不是在逗我吧？我从来不拿工作的事情开玩笑。那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啊，我没有做过试睡体验官的工作，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那我的工作期限是3天。就3天。我是说，就3天还不足以把你们酒店的设施啊、服务啊体验到位。你觉得7天怎么样？成交。夏总，你在这坐一会儿啊，5分钟收拾进去啊。
不错，好听，太享受了。请问二位有什么建议吗？建议放个枕头。声学环境不错，临场体验感很强，音响效果也超乎想象。后续会安排人跟你们对接合作事宜。好的，肖总，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哦，可以请你帮我们拍张照片吗？当然可以。为什么要拍照啊？不是你说的每次体验都要拍照分享的吗？来，两位可以再靠近一点哦。表情可以再放松一点哦。微笑。好的。谢谢。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挺好的，引人入睡。引人入胜。既然你都说好，那就这么定了。定什么？我打算在酒店开设2个私人音乐厅，作为酒店的特色服务，满足对音乐有高需求的客户。那得花很多钱吧？比较麻烦的是稀有唱片的收集，这些啊，并不是用钱能够解决的。有钱真好，可以花时间在没有用的事情上，不像我们普通人，一睁眼就得为了生活奔波。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你请我听音乐会，我请你吃饭。我饿了，走吧。今天到我的地盘了，你看看想吃什么？确定吃这些？放心，绝对让你体验原拉的。嘿，哎，然姐来了，有日子没见您了啊！忙，工作太忙了。来来，尝尝今天的烤串，我新配的烧烤料。尝尝。盐放多了，你这肉这么新鲜，都让年味儿盖了。差评。不可能吧？那我再改良改良。行。这边。来来，哎，尝尝我这个臭豆腐，刚出锅的。怎么样？还不错，不够臭。再改良改良吧。好，我听你的。你尝尝，味道不错。这还不够臭。Hello， 好久不见，然然，哎，桂姨，尝尝今天的锅包肉。可以啊，万福里呢。这不是进群里之前提的意见吗？小伙子，你也尝尝。啊，我不用了，谢谢。尝尝尝尝。今天想吃点什么？今天我想请朋友。你别看这环境简陋，但是在这条街上能得到我认可的店，绝无仅有。怎么样才是你认可，不给差评？我差评也不是随便给的。再说了，我给差评不是希望这个世界上可以多一点真善美，少一点假恶丑吗？哎，依然来了，还是老样子。2份。好嘞。你别玩了，一会儿都凉了，不好吃了。你看啊，大的大，小的小，那破皮的破皮，差评。这是手工做的，又不是机器做的，大小当然不一样。刚才有客人把醋碟给忘了。没事，老板，你忙你的。服务之后，色相不佳，餐具破损，这都是怎么通过你的差评系统的？吃的呢，最重要的是食材新鲜，味道好。服
服务讲的是贴心和真诚。你看，老板还能想起没给我们上醋碟儿，就证明他无时无刻都在为客人考虑。你尝尝啊。信了吧？吃的就是我的命，绝不放水。其实，我跟你算是半个同行。怎么说？我们家以前是开民宿的，虽然门面很小，但是人气爆棚。但凡是住过的，最后都只认我们家。还有这个被你嫌弃的破碟子，它见证了我们家产业的辉煌。那是我们家第一次接待旅行团，床位的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团餐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后来我爸就直接把大伙都带到了这儿，这一下来了这么多人，老板招架不住，饭菜也来不及上，大爷大妈等不及了，就一撸袖子亲自下厨了。全都自己做呀？对呀，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就像一家人一样，特别开心。我呢也跑过来凑热闹。这个碟子就是当时被我不小心摔了的，不过还好只是碎了一个角。多亏了它，我每次来这里吃饭都能想起以前那些开心的事。那后来怎么不继续了？后来连锁酒店兴起了，很多小旅馆都没扛住。都是以前的事儿，不提了。你吃蒜吗？我不吃。你吃一个吧。你话真多。饺子不配蒜，味道少一半。我不吃。老板来头蒜。我不吃。你吃。我不吃。你吃。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吃。易小姐，有人送您的礼物。谁送的？不知道。你说房间要增加一些娱乐设施，具体是增加些什么？随便放点什么扑克牌啊、拼图就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什么问题？为什么送我拼图啊？拼图？我什么时候送你拼图了？真的不是你送的？不是啊。哎，你从小是被骗大的吗？那不好意思，先不占用您的时间了，我走了。这门好像打不开了。笨死了。
这个破门还有5星级酒店，差评。你。怎么了？中奖了呗？喂，外面有人吗？喂，你慌什么呀？我都没慌呢。你带手机了？我带了呀。带手机不早拿出来？这不是没信号吗？谁跟你说没信号的？满格。不需要。你烦不烦啊？我说了不需要，别再打了啊！喂，你先别挂，不让我挂电话，我就挂就挂就挂，有病！哎，怎么没电了？哎，我刚这样跟你说，你就把手机拿走了？你怎么不早点说呀？我再试试能不能开机。哎，不用。哦，哎呀，你没事吧？你别吓我，你要是死在这儿，我说不清楚。哎，是你的头撞到我的头，你怎么都不疼啊？我头本来就很硬啊。你在干什么？我在帮你呼呼。呼呼？有你这么呼呼的吗？我撞的是这儿。哦。我不需要。哎，啊？看到老大了吗？没看到，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连个电话都没有。那不正好吗？放你一个自由自在的夜晚。自在什么呀？他不来个电话，我连睡都睡不安稳。老大，我求求你了，快来个电话吧！老大，老大，啊！哎，别坐，怎么了？没铺好呢。你是强迫症还是职业病啊？说的再平，人家坐那还是一样会皱啊。你吃饱了还是会饿，那你为什么要吃饭呢？好了，坐吧。其实这也挺不错的，要不我们就在这凑合一晚上得了。想得美。也是，像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睡过地下室呢？你睡过呀？何止啊！我睡过地下室、候车厅、地下通道，我甚至打工的时候还睡过工厂的仓库里的电梯。那你睡的地下室是什么样的？那是我刚出来打工的时候。那个工厂的宿舍就是一个地下室，虽然那个宿舍又潮湿，信号又不好，但是空间是很大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单人床。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小芝、小辉他们太吵，只要他们不睡，我就睡不着。小辉又是谁啊？老鼠啊。你凑这么近干什么？你过去。我怕你害怕。我不害怕。你可以害怕。要不我给你讲一个小强的故事吧？不用了。你听过小强的脚步声吗？没有。你知道南方的小强其实是有翅膀的吗？而且我们这个地下室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小强，只要你看到一只，就意味着他们已经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了好几十代。易然，你再多说一句话的话，会拿一个胶布把你嘴巴贴起来。好，不说了。什么声音？易然，这么早就清理库房呀？门锁好像坏掉了。
我这有卡。老大怎么在里面？不准说出去啊！包括豪华套房和行政楼层，提前30天以上预订的客人将享受每晚10%的优惠。这鼓励客人提前进行规划并预订，以确保他们在特定的日期获得最佳的价格。让他们保持消费习惯，以后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客户。一小只。跟你说多少次了，叫姐。你这个叙旧的方式，我喜欢。你怎么瘦成这样啊？你刚才要是不叫我，我根本都没认出来。你才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变。我变了，人家都叫我阿姨。No， 你在经历一个女人最美的过渡期。书得的多，人说话是不一样啊。哎，对了，上次送你的那个礼物，有没有收到？什么礼物啊？那个拼图是你送的？那不然你以为谁送的？我谢谢你，你送礼物也不留个名字，太大了。什么意思啊？没什么，礼物不错，下次别送。我跟你聊天差点忘了，我要去单身酒会。不许去！啊，不是，我人都在这里，你去什么单身酒会啊？我要去体验写评论，要不我带你见识见识？你怎么没等我自己先进来了？你再来晚一点，我就被绑架了。又是他，就是他上次害我错过了钻网，那这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你疯了吗？我的衣服！你在搞什么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你。你的手！哎呦，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哎呀，拿来你的脏手！我看你就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是他突然偷过来的。我的鞋，我的鞋是限量款。我帮你擦一下。走开，你个土包子！我的鞋能洗吗？洗坏了，你一辈子工资都赔不起。知道自己有病就别出门啊！差不多行了吧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出去说，行不行？明明是你们先找茬的。你说出去就出去啊？我们凭什么听你这个贱人的？想骂我也行，我们先出去再说。你们不先丢人，我还先丢人呢。骂你，我还打你呢！现在清醒了吧？你敢泼我！
艺人。那我先出去了，你们聊。刚刚的事情我想解释。行，我知道你不想跟我说话。这个是你干的？这个是意外，这不是也挺好看的吗？这个也是个意外吗？我帮客人买药收钱，这个也有问题吗？那今天酒会的事情怎么解释呢？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但是刚刚所有人都看到了，是那两个女人太过分了。是，但他们是酒店的客人。那客人又能怎么样呢？客人就能恶意生事、出口成脏吗？你知不知道，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崩溃一次。你什么意思啊？我是想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里是一个5星级的酒店，不是你家小旅馆，不是想干什么都行。小旅馆怎么了？你凭什么看不起小旅馆？就算空间再小，客人能把那儿当成家，你这儿能吗？客人花的房费不是买你房间里的电视有多大，装修有多豪华，笑容有多虚伪，而是他们能有一次想要再次光临的心情和感受。够了！我现在告诉你，我请你过来是解决麻烦，不是制造麻烦的。你终于说实话了，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麻烦。和一个没有原则的人，我不知道该谈什么。我们的合约可以终止。原则？你有信心一辈子守着你的原则吗？我最近遇到了一个人，女人。这个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个人，虽然我不能够完全理解，做事随性，还没有规矩，但是他说的话让我觉得，好像原来我认为是对的事情，现在也不完全是对的。你们立场不同，看法自然不同。其实你可以尝试着去了解一下别人，包括那些之前你无法理解的事情，对自己放宽一些。新品咖啡买1送1，欢迎品尝。新品咖啡买1送1，欢迎品尝。原则？你有信心一辈子守着你的原则吗？其实你可以尝试着去了解一下别人，包括那些之前你无法理解的事情。欢迎光。
点单。请问你想点什么？一杯冰美式。还要其他的吗？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一杯冰美式。哎。对不起啊。哎，没事没事。哎呀，小心别弄脏了手啊！你干嘛打我？你谁呀你？他占你便宜你不知道吗？那也不用你管。你听见没？人家不用你管。你给我闭嘴，不然让你现在进医院，你信不信？你快管管他。跟我走。我不走。你是不是要害我丢了工作你才开心啊？你别吼他了，都消消气，消消气。他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我就预支他1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够不够？跟我走。我再说一遍，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赶紧走。走，你快跟他走吧。闭嘴！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其实你不用那么麻烦的，我可以给你找一份新的工作。工作我会自己看着找，不劳您费心。你说的没错，客人花钱入住，买的不是电视有多大，装修有多豪华，而是一生难忘的入住体验，以及想再次光顾的心情和感受。我认为你是对的，依然，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酒店。肖总，施舍就不必了。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骨气，我也不想再继续给你添更多的麻烦。就这样吧，从这里开始，我们各自删除，各走各的，以后漂流瓶见。这就走了，一点诚意都没有。那边好好看啊，还有那边也是。哎，你快看那儿！依然，对不起，我为我的行为感到抱歉。依然，对不起，我为我的行为感到抱歉。这就是在表白，就是表白。外面那个帅哥是在追你吗？我替你答应他。我会认真反思，并努力改进。答应他吗？我会认真反思，并努力改进的。我想让他答应他。神经病。说吧，1个月能给我多少钱？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也不是你的错，都是那个李雷的错。李雷是谁啊？你不是有一个前夫叫李雷吗？大哥，你不会信了吧？结了婚生了双胞胎的不是你和我吗？看
看来你没事儿了啊，那你可以参加培训了。明天早上9点报到去。什么培训？入职培训。你需要了解酒店的规则以及制度，还有工作的具体内容。在这之前，你只能做酒店的 part time。不用了吧，咱们都这么熟了，走后门。能走后门，所以你才会在这儿。培训就培训吧。依然，我相信你可以通过的。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瘟神。可。以后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宿舍了。面积不大，灯光昏暗，空间利用率低，采光也不怎么样。谁说采光不好呢？哇！手没事吧？伤口要及时处理，不会感染的。坐。谢谢。你干嘛？贴的不好，重贴。这个贴的还不错。你这病得治。可怜的手指头。今天晚上好美啊！你在写什么呢？我看你们都有英文名字，我给自己想了一个。汉娜，你觉得怎么样？正式员工才需要英文名。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要不你先帮我想一个。你要先通过考核才行。不就是考试吗？瞧不起谁呀？英文也是考核非常重要的一环。我的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我们不是搞服务的吗？现在最流行的是哑巴服务，只做不说，我们把活干好不就行了？工作业务、酒店的基础知识以及英语的日常沟通，都是必须要掌握的，也是酒店的要求。你故意跟我作对是吧？既然这样的话，从明天开始，每天晚上的8点来到办公室接受考试。你开玩笑的吧？既然你都说了，我再跟你作对，那我不摆出点态度怎么能行呢？明天晚上。知道。哎，你饭没吃完啊？曼姐不喜欢别人浪费她生命。
help you? Yes, reserve a room for tonight. Okay, come on. 还要办 check in. Hello. 好的，请稍等。欢迎入住全海度假酒店。 Thank you. This way, please. Sure. This way, please. I need the morning course service at 8 a.m. Sorry, my English is not so good. Me too. Morning course service at 8 a.m. Morning call. Yes. 较早对吧？ Yes. 早上8点。 Yes. OK, no problem. Tu es vraiment mignonne, hein? You are welcome. Tu comprends ce que je dis? OK. Tu veux être ma petite amie? Yes, OK. Désolé, l'homme t'aime. Ne t'inquiète pas. J'ai juste dit qu'elle était mignonne. C'est nécessaire, contactez-moi. 好的，谢谢。你会说中文啊？一点点。谢谢你。你的英文谁教的？我应付的还可以，就是这个老外说话有口音。他是个法国人，他说的是法语。我说，Cindy教我的万能英语，关键时刻使。他刚才说的是你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我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你不能什么问题你都 yes，OK。可是我没有男朋友。你先去忙啦。过来。经过这2天严肃认真的培训，我基本掌握了客房服务和工作的基本要领，可以打准5星。这就是你说的准5星啊！跟我过来。牙刷标签放的不一样，标签没有回归到一个水平线上，肥皂盒没有居中，洗手台都是水渍和水印，水龙头上有指纹，差评。地板上有毛发，空气中也有灰尘。老板，这是你的头发。冰箱也没擦干净，差评。这儿我确实是忘了，你在这我太紧张了。我不可否认你的努力，但结果你也看到了，我只能给你差评。我知道，但是你这么评估一个实习生的劳动成果，是不是太苛刻了？每一个人都有提出质疑的权利，在全海任何事情都要做得完美，总不能像你的英文一样应付吧？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服务。那你还是先从夜床服务开始吧。这怎么又多一项啊？你刚说什么服务？夜床服务，今天晚上我过来验收。夜床服务。
舍不得自己套不着流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来吧，我准备好了。终于来了。进来吧。你在干什么呀？不是夜床服务吗？我不喜欢开灯。那你这是在干什么？哎呦，我准备好了，赶紧开始吧。依然，你干什么？你穿这么多衣服真麻烦。老大，小陆，你好好告诉他一下，什么叫做夜床服务。好的，老大。Ten down service 就是从傍晚到客人入睡前的这个时间段，对房间进行一次个性化的整理，例如整理床铺、摆放酒店赠送的伴手礼，还有调暗灯光等等。早不说清楚，还有丢人啊！没事儿，你继续。你今天好好教他一下，明天我还会过来验收的。是老大。至于你，干嘛？今天晚上培训结束之后，你要把酒店附近的车站经过了哪些车，通往市区何处经过了哪些地标，还有酒店附近的火车站、飞机场以及码头的距离，包括乘坐什么交通工具，统统给我背下来。那我不用睡了，你这公报私仇吧？你完全可以这么认为。背就背，谁怕谁？进。有事儿？不是你叫我来的吗？哦，对，有一个任务想指派你去干一下。博灿呢有一个活动，今天下午你过去体验一下，拍点照片给我汇报。今天下午我有培训，你让别人去吧。不行，其他人他们都眼熟，只有你去是最合适的。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呀？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服从安排不就好了吗？我是打工又不是卖身，就算这个酒店是你们家开的，你也不能这么专制吧？哎呀，一不小心把你的身世秘密说出来了呢。幸好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哼，大点声说没关系。我说你玉树临风，做人也很低调，可以。少拍马屁。对了，今天下午呢，把这件衣服给换上，场合比较正式，
要穿得正式一些。干嘛？有没有外勤补助？出去。不然再观察观察。 你不用什么都跟我汇报一声，给我拍点照片就行了，好吗？不是你让我汇报的吗？什么态度？这是挺滋润的，对吧？还有这个，吃这个。这人有病吧？工作时间禁止饮酒。完了完了，事大了事大了。 喂，你有什么话能不能一次性说清楚？别一会儿一个短信，一会儿一个电话的，行不行？喂，什么情况？出事了？喂。 这一趟算是来值。真的很好，这是挺滋润的，对吧？你刚才没事吧？ 我没事啊，没事儿，没事儿。电话里鬼哭鬼叫的，打电话也不接，你知道我有多……刚刚有一个超级大抢购，我一时太兴奋了，正好你也来了，名额还能再抢一份，先给我。笨手笨脚。
起来吧。行了，走吧。现在就走啊？他们一会儿还有终极大奖呢，不参与一下多可惜啊！等会儿再走吧。同样的话，我不想说2遍。不是让我来体验的是你，不让我体验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故意整我啊？我没有让你来，走了。你吃错药了，明明就是你让我来的。我没有让你来，走不走？不走。未经批准，恶意旷工，扣1天工资，现在跟我回去检查。故意整我是吧？旷工就旷工，管着你。哎，你干嘛去？反正都算旷工，管着你。这么好啊，还带着员工一起来给我捧场。不过他看起来好像不太想走啊。欢迎现场的各位来宾们，我们今天的终极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进入到今天的游戏环节，男女搭配2两。你跑哪去了？我找你半天了。别提了，遇到一个神经病。海岛终极大奖。在。今天的终极大奖必须给我拿下，上。让一下，谢谢。你上一个玩意儿。跟我回去。反正都算旷工，我不回去。哼。他都说了不回去，肖总，你这是要强人所难吗？你有认识？平影能不能好好说话？让我手给我放开。大家都这么有兴致啊，不如加我一个。你好，我是令一书。易然。原来你就是易然啊！小林总玩的什么游戏啊？有点看不懂吗？他们已经组队了，我跟你一块。是吗？你打算抛下你的老板啊？玩游戏而已，老板没必要赌上前途吧？你现在跟我一组，旷工的事情还可以谈。我不要。加薪。你该不会又是在整我了？我保证。易小志，你拉我上来的，现在要抛弃我？别闹了，他是我老板，得罪不起啊。分组结束，游戏开始。台上的人听队友提示，先打到对方的获胜。准备好了吗？你也不想输吧？我林宥嘉都不知道“输”这个字怎么写。现在游戏开始。我先用你打他，你走过后面，赶紧绕过去，别往前，打他，后面，对，看看，打他，后边，快站起来！哎呦，你可真笨啊你！耶！掌声鼓励！怎么有这么笨？学着点。第2回合开始。什么情况？我还没开始呢。承认，你这是偷袭作弊。你输了。此仇若非一人，我再来。下局我帮你赢回来。机会我赢回来了，你可别再怪运气了。加油！
你想吃什么？随便。都吃。不挑食。服务员，点菜。麻烦给这位先生来一份不讲武的烤肉，特辣。给这位林先生来一个挫败的龙虾。会放屁的鱼，麻烦给肖总也来一份，谢谢。我记得你们餐厅有一个小肚鸡肠，还不错，麻烦给林先生也来一份。林总，照他们说的下单。我们一起喝一杯吧，和气生财。服务员，再来一份莫名其妙大闸蟹。好的。来，玉安，这个你喜欢的螃蟹。谢谢，你自己吃吧。还有糖醋排骨。龙虾。我自己来吧。游戏已经结束了，你们二位可以给食物点尊重吗？那个，我酒店还有些工作，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哎，这么急吗？我也有点事儿。你有什么事啊？哎，喂，我自己来就行了。别躲呀！放心，我是专业的。不懂。我没躲。行了，我自己回去，你先走吧。你不跟我一起吗？算了吧，被你耍了1天还不够。我那个是特殊情况。所以呢？你就打算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带过了吗？道歉要有诚意的。那你想怎么样？你平时是不是不坐公交车？空气炸，环境糟糕，毫无舒适度可言。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努力赚钱吗？为了生活。错。努力赚钱是为了有更多选择权，不用跟这么多人一起挤公交。
公交车怎么了？低碳环保，还有专属的司机，这一辆车也要上百万呢，不比你那个小车贵。关键是，坐一趟才2块钱。世界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你看世界的角度。还有几站到啊？10站。这么久？公交神器。哎，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用有线耳机？能听不就行了？什么屁事？要不你睡会儿吧，少说两句。我说这个椅子这么硬，车也偏，我怎么睡得着啊？小点声。你说什么？小点声。哦。你可以是花，可以是树，柔软又坚固。可以是云，可以是雨，自由的描述。解开世俗的束缚，按耳朵无助。终点站到了，别睡了。我上了啊！有车不开，非要坐公交，坐公交就算了，还睡过站。那也是你先睡的。那还不是你给我带什么公交车神器，不然我能睡过站吗？这也怪我了，你得感谢我治好了你的睡眠障碍。你应该庆幸我没有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又怎么了？脚疼，走不了了。好了，出发。你这是跟我过不去，还是跟你自己过不去啊？有3轮坐就不错了。谁说我不坐？说实话，你现在的这副模样呢，可比平时冷冰冰的那个样子顺眼多了。你累不累啊？要不要上来一起坐？你觉得我要坐上去的话，大爷受得了吗？这香气很奔放，有柑橘、香橙和白桃的味道。酒体平衡，单宁虽然有些许的侵略性，但颗粒非常的细，很丝滑，有余韵。现货有多少只？2000条，1万2000只。那如果我们酒店长期采购的话，能否给我们什么优惠价 Le prix peut être négocié, mais j'ai une condition. 请说。Pourrions-nous signer un contrat d'abord? 合作愉快。Merci. Je vous remercie. 是他把这么好的红酒推荐给我们的。Merci, Irène. You are welcome.
Iran, really thank you. If it wasn't you, our winery will be closed.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有空常回来，中国欢迎你。I will. 哎，中国人表达感情比较含蓄。Je receive your sauce. Iran est une bonne personne. Alors prends soin d'elle. Je vais. 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他说让你好好学习法语，不然这样的话怎么接待客户呢？英语还没说明白呢，又来一门法语。你们这是酒店还是学校？这次推荐有功，考虑给你涨工资。真的？啊，依然，哎，依然，依然，你等等我！哎，小朋友，小朋友，你没事吧？喂，老大，出事了。妞妞，你怎么了，孩子？孩子，你怎么了？别怕，妈妈来了，快快！我女儿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不会放过你的。妞妞，妞妞不怕，妈妈。你带我一块儿去医院吧，我会对这件事情负责任的。你拿什么负责？这就是制定规则的意义，规则就是用来遵守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对芒果过敏。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何律师，是你让他们公开道歉，开除易然的吗？袁女士，您听我解释啊，是这样的。我什么时候让你这样说过？你好歹是个律师，怎么可以没经过我的允许就滥用我的名义做事呢？我也是为了保障您的权益。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咱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真是抱歉，我没想到这件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都怪我。没关系，误会只要解开了就是好的。抱歉。辞职信我收到了。还有，袁女士已经放弃追责了。如果你愿意遵守规则的话，辞职信我可以还给你。你还愿意继续当我的老板？我愿意啊，但是你还是要付出些代价的。喂，你说什么？秦家人不见了！秦家人，秦家人，秦家人！秦家人！哎，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你们有见过这个老人吗？没有。没有，不好意思啊。啊，谢谢。没事没事。然然，然然，姑娘，你看到我们家然然了吗？快过年了，她得吃饺子，不然的话，她会难过的。奶奶，我是然然。
是然然，然然从来不当着我面叫奶奶的。我告诉你，我们是半路亲戚。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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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然然。你不是我的然然，我是然然，然然，我就是然然，然然，我就是然然，奶奶你看我，你不是我的然然，然然，放开我，然然，然然，我是然然，你看看我嘛，我就是然然，看我，你不是我的然然，然然当我面不叫奶奶的，不叫。他不叫我奶奶，然然，奶奶，然然，我的然然呢？奶奶，然然。别担心，没事儿。值班护士出去取外卖，老太太就跑出去了，是我们的失职。我拜托你们，真的拜托你们，一定要帮我看好她。真的对不起，我保证今天的事儿以后一定不会再发生。让你们费心了。老太太回来以后，千叮咛万嘱咐要让你带走的，说是给你买的芹菜小饺子。今天给你添麻烦了，我干了，你随意。早。早。我怎么会是在那个房间里啊？漂亮，一到关键时候就断片。你去跟他说，我不去，我怎么去？为什么你不去跟他说？干嘛要我去跟他说？肯定是你，不是我去干啥？小鹿去，我怎么去啊？我跟他完全没办法说呀。你们三个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来？你说，你和温森是什么关系？上下级关系。回答的这么官方，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你们
完是不是？不是，我还没说完你就说不是，看来问题很严重啊！你们到底想问什么？昨天晚上的事儿你都不记得了？提醒你一下，昨天晚上什么事儿？昨天晚上你喝醉，老大送你回来的。你们俩在客房里足足待了1整晚，你们都看见了。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你们昨晚都看到了，他对我做什么？他有没有对我？他没有对你做什么。你应该问问你自己，对他做了什么？昨天晚上老大跟你在一起待了多久，你就折磨了他多久。我？小心点。欢迎光临全海度假酒店，我是客房部的易然，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不需要帮忙。小心！你干嘛？你别跟我动手动脚。姐，你喝酒了？依然，这里可是5星级酒店。你慢点。慢点。哎，我带你回去去。我就住这儿，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陆，一人交给你了。哦，好的，老大。江不成先生，作为这间房间的客人，我希望你能亲自为我提供夜床服务。依然女士，我不知道夜床服务是什么。哦，老大，夜床服务 10down service， 也就是从傍晚时分。闭嘴！然后呢？那个，我现在应该在厕所，我什么也没看见啊。这么快就求饶了？
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哎，不行不行，我都没想清楚怎么开口呀。怎么办？怎么办？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干得漂亮！您好，您所拨打的。哎，那不小林总和易然吗？这么巧啊！是啊，你们怎么也来了？ Vincent 为了感谢我，请我吃顿饭。既然这么巧，不如坐一起。不会打扰你们吗？不会啊，不知道肖总介不介意？既然小林总不介意，那就一起吧。有没有搞错？我到底咬不咬完呀？再这么下去，有你哭的时候。我看你是有什么误会吧？点菜。谢谢。糖醋排骨、糖醋里脊、菠萝咕老肉、秘制叉烧。1小时从小就爱吃甜的，每次吃糖醋里脊都要配3碗米饭。你俩是在发消息吗？没有。这糖醋里脊不错，你先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每次下课都去你家蹭饭。你爸最拿手的就是这个糖醋里脊。是你的吧？今天这个糖醋里脊格外不错。肖总，你酒店厨师的厨艺真棒。你也照顾一下人家。不用，我不爱吃甜的，我跟温森一样，口味清淡。香菜去了，放心吃吧。哎，听说你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对啊。我俩幼儿园床挨着床，那会儿他还穿开裆裤，屁股上有几颗痣我都知道。我跟依然也算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吧？吃吧。你自己没钱买裤子呀？你屁股上有痣吗？我怎么知道啊？你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呀？你屁股上有痣，你自己又看不到。哎，小孩的事儿，我们吃东西吧。不吃了。今天这顿饭怎么感觉没吃对呀？那还不是你？
量人家屁股上那几颗痣干嘛？哎，是你求我，我才勉为其难帮你的。你经验丰富，那你说点有用的呀。你让我顺着你说的。行行行，没工夫听你在这儿废话。你要不行，我就自己来。谁不行啊？没用的男人还猎狗呢，我看你也就是只泰迪。那你就是柯基，只会呱呱叫。呱呱叫那是青蛙好吗？你有没有点常识啊？人家都要跑了，还在跟我讨论呱呱叫是狗还是青蛙？你去动物园研究吧。滚！别跟着我。哼，滚就滚。你好。你好，我是客房部总监肖慕成。这些花篮是……哦，不好意思，我花粉过敏，但是我又不想辜负粉丝的心意。哦，明白。但是这些花篮放在走廊里面会影响到其他客人，您看这样可以吗？您给我一个常用的地址，我帮您邮寄到家里面。那麻烦你了，还亲自让你帮我解决，抱歉啊。应该的，如果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找我们就行。打扰了。哎，等一下，我有一只耳环不见了，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吗？哦，好。应该就在这一块儿，一只白色的珍珠耳环。哎，贝小姐，您这是干什么？贝小姐，让我抱一下，就1分钟，1分钟就好。贝小姐，不好意思，请您松开。贝小姐，放开他！啊！让我抱一下，就1分钟，1分钟就好。贝小姐，不好意思，请您松开。贝小姐，请您松开。放开他！啊！依然，贝小姐，实在抱歉。抱歉，不好意思，不是有意要冒犯，是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像我一位朋友。不是，再怎么像你也不能动手动脚的呀！还好今天我来了。好了，贝小姐，实在抱歉，给您添麻烦了，那我们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走啊，走啊，走啊。抱歉。你倒是挺大方呗你。你刚对人家动手了，人家没有投诉你就不错了，怎么的？难道把人赶走啊，还是报警把人抓走啊？中央空调见一个暖一个，渣男。视频处理完了？来回就这么一招呗。你说什么？好的，老板，我这就回去继续工作。客房部的事情你先不用管了，明天把视频交给华姐。你看我的眼神。你怎么在这儿啊？有您的文件，请签上一下。什么文件？我哪知道？不是你说亲自让我送过来吗？生活说很重要。那要不我先走？先进来吧。我去处理一下工作，冰箱里有喝的，你自便。床呢？
好香啊！我睡得这么久。醒了啊。我刚才不小心睡着了，就先走了。那个文件，我做了很多菜，一个人也吃不完，一起吃点吧。这几天你也辛苦了，这顿饭就当做是犒劳你的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我饿死了。你做的这个糖醋里脊一绝，后老爸有一瓶。你也吃吧。我刚才在你房间里看到一些关于阿尔茨海默症的书，你平时就看那些啊？随便看看。多吃点。怎么？你打算打包带走啊？其实那天电梯里，我已经忘了。你忘了？你这怎么能忘呢？不是你说的吗？当做被狗咬了，当做没发生过。那是因为当时我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没什么，吃吧。我喜欢你。我没听错吧？你没听错。我喜欢你。我这个人脸皮厚，你要是拒绝我也无所谓。我为什么要拒绝？我不是也向你证明了吗？你嘴上有一粒饭，别动。别看了，就我一个人啊！以后别给我搞特殊待遇，员工守则禁止谈恋爱。我就是守则。姐，5013那个床单。你看这个地方，你怎么都没有铺整齐啊？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我扣你工资啊！好的，老板。好好教教他。好的，老大。
的事儿，他一直都这么烦人，习惯就好了。你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啊？你也知道，肖伯伯一直都希望我们。一叔，同样的话几年前我已经说过一遍了，你要我再说一遍吗？那我也再告诉你一遍，你喜不喜欢我不重要，我喜欢你就行了。你越不喜欢我，我就越要让你喜欢。一叔，你知道什么叫做喜欢吗？只要你靠近那个人，如果心跳加速，那就是喜欢。你干什么？怎么没有心跳加速的感觉啊？哎，你别太过分了啊！喂，我确认个事儿。别，艺术，哎，你干什么？你别太过分了。艺术，妈，这什么啊？妈不，这里是酒店，不是你们永远的后花园。依然，你别误会。我没误会，我看得很清楚，大家都是成年人，注意点影响吧。依然，你听我解释。你别去，你了解肖伯伯的，你跟他不会有结果的。这是我的事情，一叔，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你值得一段更好的感情，别再做无谓的事情了。我们到底是在等谁呀？我约了一叔的爸妈，咱们两家今天吃顿饭。是我不能够奉陪，告辞了。坐下，好好把这顿饭吃完，剩下的事才好谈。肖伯伯，哟，您的呀，哟，老令，好久不见呐，弟妹，好久不见，来坐，快坐。罗姐啊，客人到齐了，起菜吧。好的。来，尝尝。看看，弟妹。好的，谢谢。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我让他来的。他是客房部的人。怎么，酒店规矩让你改了？一个兼职分什么部门？还是你不高兴啊？抱歉，他不能在这儿服务。哎，没事的，都不是外人。肖木成，有客人在，别那么没规矩啊！依然，你来份菜。谢谢。木成，还不向两位长辈敬杯酒啊？令伯父，令伯母。好。啊，我知道啊，一叔啊任性，是我啊从小把他惯坏了。你以后啊可要帮我多管着他，可是不能欺负他哟。爸，文森不会的。老令，这个你放心啊，这小子要是敢欺负咱们家内内啊，我第一个不答应。就是沐晨一表人才的，和我们令叔啊越看越般配，把他交给他，我放心。没头没脑熬虾，配人海里的一粒渣。哟，这名字可真别致。依然，抱歉各位，这道菜是南极深海龙虾配大师黄须女子酱，请慢用。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刚来，菜名还没有记熟。这道菜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这个一定要配着酸奶油才好吃。来，你尝尝。我自己来就行了。哎呦，你们看这孩子他还不好意思了呢。肖木成，让一叔那么曲折不礼貌啊！你干什么？帮您试试菜，酸了点儿。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没有规矩呢？谁教你做的事儿啊？快跟我走，让我好好教教你。哎，这算了。肖木成，回来坐一下。爸，这件事情事关酒店的形象，怎么能这么没有素质呢？我来好好教教他。你们先吃。不是，少说两句，慢慢教。
没事没事，现在的年轻人呐，脾气都躁得很。吃，咱们吃啊。好好。见家长啊。我也不知道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就把情况说清楚，我不想这么不明不白。有些事情你不了解，那你就让我了解啊。就是因为你的态度一直这么模棱两可，所以这件事情才会变得这么复杂。我知道董事长不喜欢我，但是我们两个光明正大、没偷没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件事情当面说清楚，这么难吗？你给我点时间可以吗？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另一书呢？走散了。刘家呢？也走散了。真好。我是说，真巧。快进来，快进来！好。哎呦，这雨也太大了！哎，这2天呀，赶上连雨天，雨说下就下，好在呀，都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啊。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信那个？哎，我们这同心锁呀，可灵验啊！封建迷信。你们呐，可不能不相信缘分啊！你看，就像现在我们被困在这儿，这可不单单是这辈子的缘分。依我看，你们俩呀，上辈子就有缘。上辈子也很有可能是孽缘。喂，你怎么回事啊？只顾着自己躲雨，也不照顾一下依然，人呢？被你弄丢了。怪我吗？这雨下的这么突然，这人又多又乱的。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好，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的项目成呢？该不会也被你弄丢了吧？你别嫌吃萝卜淡操心了。这儿这么多人，你赶紧看看依然在哪个帐篷里吧。你呀，该认错认错，该低头低头，不吃亏。你想想，几十年以后，一缕青烟就光剩黄土跟你作伴了。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喽。听大婶的啊，没错啊。啊，大婶，道理都懂。这个是什么？这同心锁呀，它呀可灵验了，它能把你们的感情啊牢牢锁死啊！你呢也全当给大婶开个张，40拿走啊！我还以为您是世外高人呢。世外高人也要吃饭啊，对吧？你雨停了啊！谢谢你啊，大婶。谢谢啊。哎，小伙子，哎，感情啊是需要付出的，40啊！哎，不是，我没有现金，而且扫码。这个颜色有点金色意义好，扫码。好了，谢谢啊。哎，好。别踩！哎，别踩到我！看着你！对不起啊！没事吧？你也太笨了吧！换了个颜色。好，来，这里来。高旭，我爱你，嫁给我，嫁给我吧，高旭，我爱你，嫁给我吧。你不要伤害他。
出什么事儿了？老大，他被广告牌砸了，浑身都是血，现在已经送进医院了。你别夸大其词啊，想好再说。我没说我，真的，我发誓，这次说的是真的，一点水分都没有。刘大夫刚才已经查过房了。哦，行，医嘱也下来。不是，刚刚送来的那个人在哪儿啊？就是被广告牌砸中的那个。那。病人伤势严重，我们尽力了。不可能，怎么可能呢？难不成你吓我？你走了我怎么办？你走了我怎么办？姐，老大他没事吧？伤势很严重，床上都是血。医生说尽力了。不会吧，老大？那是隔壁床。你在哭什么呢？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啊？那他是谁啊？听说他也是被广告牌砸中的，但是他比较不幸，那广告牌比较大。对不起，对不起。这是追星还是谋杀呀？你也是，怎么就能不管不顾的直接冲上去呢？你担心我？我是担心你要是有个3长2短，我还得重新找工作。哎呀，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我头啊！要不你先躺一下，我去找医生啊。你别用这种充满渴望的眼神看着我。我没有。你就有。你看。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你知道刚才我多害怕？我看到那个染了血的白床单，我真的以为就是你。我真的什么都无所谓，让我走，不管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只要你。我保证，任何事情都不能把我们分开。你们老大目前没什么大碍，就是撞了头，留院观察。不是姐，你现在演技跟谁学的呀你？跟你们学的。没事就好。要是他真有什么3长2短，我也不想独活了。呸呸呸！你能不能说点好的呀？你许了什么愿啊？希望全海今年能够顺利拿下 Top 1，希望酒店的同事们都能健康快乐，还希望奶奶可以长命百岁。你愿望这么多，上天能记得住吗？
又不用花钱，多许几个怎么了？看新贵。对了，明晚有时间吗？我订了一家餐厅，我们一起吃个饭。这么正式啊？过节了嘛。那我考虑一下。只需考虑，不许拒绝。对不起啊，我来晚了。不会，时间刚刚好。来，坐吧，看想吃什么。点菜。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什么事啊？你先答应我，说了之后不许生气。其实那天考试没有通过，是我受益延续那么做的。我知道我不该帮你做决定，但是比起客房部，我觉得你应该有更大的舞台，而不是被我牵绊住。其实，我也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你听了之后也不许生气。我准备离开一段时间了。你要想让我答应你的请求，你就先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都可以。好，你为沐橙做的一切，我都看到了。你要真的想帮他，想长久的留在他身边，你除了需要付出辛苦，还要有真才实学。我送你去深造2年，这2年既是对你的考验，也是对你们情感的考验。只要你同意，我就答应你。我同意。不行，我不准你去。为什么？我觉得董事长说的有道理。如果我们2个想要长久的在一起，光付出辛苦是不够的，我也必须要努力的提升自己。最重要的是，这是我一直都想要做的事情。你已经决定了？我希望你可以支持我。好，我支持你，去吧。真的？你不反对了？嗯。就像我说的一样，你不应该被困在这个小小的客房部里面，你应该有更大的舞台。只是，我一想到跟你分开很久，2年而已，很快就会过去的。那过去好好学习，我在全海等你回来。我突然知道，我这个失眠症有什么用处了。为了跟你没有时差。不来送我就算了，
连个信息电话都没有。狠心的家伙，怪我昨天晚上还为了你失眠，为你流眼泪，我真眼瞎看错你了。你还不来电话，臭纹身！我这一走就是2年。都说异地恋经不起考验，这还没异地呢，就已经联系不上了，还说舍不得我，你根本就是骗子，萧慕成大骗子，你个大骗子！行，有本事你就别给我打电话，你打了我也不接，急死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你好，在全海专车上，不可以使用脏话。我骂他怎么了？他就活该被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本来打算在机场给你个惊喜呢，结果你骂了我一路，我实在忍不了了。谁让你搞这么多事情啊？我以为你不来了。我怎么舍得跟你分开呢？一想到2年见不到你，我连呼吸都快不会了。我不想跟你分开。我也舍不得跟你分开。你到了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许生病，只需健康。还要记得每天开开心心的。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不许喜欢上别人，也不许被别人喜欢。那我可控制不了。那你自己想办法。反正白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时时刻刻你都要想着我就行。好了，通知各部门负责人，5分钟之后到会议室集合，我有工作要安排。是。本次活动的主题是重拾丢失的青春。我们通过拆盲盒、送校服等方式，打造青春的仪式感，增加活动的氛围。盲盒的内容可以是餐饮兑换券、房屋折扣券、零食或者是酒店好物。各位如果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在3天之内反馈给市场部。最后，请容许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全海度假酒店新任的市场部经理易然。很荣幸未来可以和大家一起共事。你什么情况？回来也不告诉我一声。不好意思，肖总，我还有工作要处理，私事请下班聊。严总，我们要提前准备春招，可能需要你们这边配合一下。您现在有时间吗？有吧？那我们办公室详谈吧。
吗？感谢你光临蔡依依的小店。OK， 好的。我们这同心锁呀，可灵验呢，听大婶的啊，没错。对不起，我为我的行为感到抱歉。我会认真反思，并努力改进。看，这个瘟神公仔是不是很像你啊？圣诞老人。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有这么一个人，几个月前突然消失了，打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现在他又突然出现了。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跟我结婚吧。结婚？现在？对啊，我可不会再给你反悔的机会了。依然，以后这小子就交给你管了。爸，你们。这一年，其实真的很忙。我几乎每天就睡3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没日没夜的苦读。这才用了1年的时间，完成了2年的课业，就是为了早点回来见你。你其实可以直接告诉我的。临走的时候，你给我准备了惊喜，礼尚往来，我当然也要送你一个惊喜。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可憋死我了。你哭什么？我就是太感动了，你们2个一定要幸福。依然可是我最好的姐妹儿，以后就拜托你帮我多照顾她了。祝你们幸福。
收下这个戒指，你就变成我的人了。不能离婚，不能反悔，不能生病，不能看其他的女人。就算我们每天都见面，你也只能心里时时刻刻只想着我。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吗？有。不能拒绝。依然，我爱你。老大，我们也有。谢了。依然，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会跟你分开。无论春夏秋冬，星辰大海，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没有争争，没有差评，只有幸福这个选项。嫁给我。